你会发现青少年有些时候是我想要做大人，我想试看我能不能够自己可以处理。被霸凌者跟霸凌者是不是有一定的特质？欢迎收看《立懂什么》，我是丽丽。那上一集呢，我们听见了三个妈妈的故事，有被霸凌的，有被孤立的，在沉默中成长的小美，那也有当过霸凌者，长大后重新反思的小燕，还有发现自己孩子成为霸凌者的妈妈小婷。那三个故事，三种角度，确实都在提醒着我们，其实霸凌呢不是坏人欺负好人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一连串的情绪啊、关系啊、理解上面失去了平衡。那很多时候呢，被霸凌的孩子是在压抑的，那霸凌的孩子呢是在呐喊的，而身旁的家长跟老师呢却焦虑而且无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一位资历非常丰富的辅导老师陈永进硕士，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无数的校园冲突，他是学生、家长、老师之间的桥梁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那同时也感谢今天的荣誉赞助商 Cola Kids， 一家用心守护孩子的马来西亚品牌，他们用全布制、轻盈透气的书包，陪孩子走上成长的每一段路，也陪我们一起关注孩子成长的心理健康。听过了，看过了霸凌者、被霸凌者以及孩子被发现霸凌家长三个不同的角度。所以你听到了这三个故事之后，你最印象深刻或者是最揪心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在刚才听到就是三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很揪心的是，诶，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不管说今天是被霸凌的同学，或者是他们的家长，甚至是说今天是施暴者吧，哈，就是假如说霸凌别人的人都好，他们的家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在一个无助的状态，或者是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都是明显的。那如果说多一点被看见，多一点被接住的话，我想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就能够往一个比较清善的校园或者社会前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进展进步的。那首先我们来先看看小美这个被霸凌者的个案，哎，为什么她会选择沉默？嗯。即便有人给她这个契机说，诶，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一个青少年，刚刚小美提到是一个青少年嘛，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其实内心的成长是内心的情绪波动，其实也会比较多一些。你会发现青少年有些时候是可能第一个概念是我想要做大人，我想试看我能不能够自己可以处理这个是一个状态。今天我想被当成是一个我有能力的人去处理的但是当今天这个霸凌的情况，或者是讲这个被欺负的状态，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的这个水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呈现说，通常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如果今天他没说，很多时候是已经陷入到了忧郁的状态、焦虑的情况，或者是已经影响到说他的学习、他的生活、他的社交，才会比较被看见。所以另外一个议题是，今天这个孩子要说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觉说信任感？我今天说出来有没有办法被帮助？譬如说刚刚小美其实有提到，她在跟家长说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社监老师听见了但是社监老师有说。开始就跟他说一些道理，就讲，哎，其实很平常的这个情况是很平常的，然后开始说一些道理当然我相信这个社监老师他的出发点也是想要说给他一些支持，但是社监老反师用错了。对他也不是说方法用错了，他是不是可以多一点正向好奇，多问多一两句发生什么事那你可以多说一点点。譬如说有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在那时候这样的情况，是，如果说今天他可以说，你可以多说，多说一点，老师在我能够听你说有什么我们一起去面对我在。这个我在呢，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便问题没有马上解决，但是他有感觉到说一个大人看见我了，知道我了，那我不是孤单、孤立无援的。
那其实小美也是在踏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到被霸凌其实对她产生了一造成了一些些创伤，影响。对影响，然后后遗症，她会讨厌懦弱的自己。那这种是一种内化伤害的表现，对吗？我是说他在应对的时候，他产生的一种应对模式，而这些模式会带到说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成人的世界啊，在生活的互动当中，特别是有压力或者有类似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在工作的场域，有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或者态度，感觉有一点威胁到他，就感觉到说不公平，或者是在公益上，在他的权益上受到影响的时候，诶，这个时候这个类似的情绪就会上来了。情绪是一个很好提取过去记忆的一个途径来，他这个过去的情绪就会上来，他就会启动他的这一种不自觉的应对模式，它就会产生了。然后在小美这个案例上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听到了过后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会觉得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我怎么样可以避免孩子像小美那样，不会说闭口不谈，会很轻易的就把问题告诉我。我想这个是平常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底下的一个沟通的状态啊。如果平常我们在家里，特别是我们对于说今天孩子犯错了，或者是他做了一些可能不符合你期待的一些事情，我们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应对的啊？譬如孩子今天他不小心洗碗，就是把碗打破了，我们第一句就破口大骂：“你做什么的你？啊，洗一个碗都这样子的啊！”诶，这个可能是我们一时间起来的，孩子就觉得，诶，我一做错就会被骂。因为孩子在比如说被霸凌的情况，他可能也会怀疑是自己的错，所以他担心的是说出来会不会再被二度伤害。但如果说今天，诶，孩子碗打碎了，你第一句话就是：“诶，你有受伤吗？什么事情？啊，看一下，诶，不要碰先，来我们先处理先。”他会感觉，诶，今天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先看，看了之后有在这个范围当中先照顾他的安全，身心的安全。那这个营造的安全感就会让孩子更愿意的表达。这个是平常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家庭文化里面，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文化。所以那个信任是靠时间堆积是的，起来的。可以这么说。然后再移到去小燕的这个案例的时候嘿，呢，因为小燕说出来的那些，她觉得当时候的这个行为就是欺负而已，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很多行为我们觉得就是不是很大不了的事情罢了，但是其实它就是霸凌。这种我们要怎样去定义它？是。首先呢，霸凌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定义，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性，霸凌不是一次两次，比如讲说，哎，今天有人骂我一下啊，你是矮仔一次啊，跟你长达整个星期、整个月，甚至用年来算的，哎，这样子时间性它是重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有一个我们讲的权力跟力量不对等。啊，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体格上比较强壮的，或者是人多势众的，他用人的这个关系的啊，这个力量上不对等，权力不对等的哦。接下来就是他是故意的，他是有意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造成了我们讲生理或者心理的伤害，这些必须符合啊，其实他才算是一个霸凌的行为。所以像小燕这个案例，它算吗？如果说刚刚听到的是，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他是觉得，哎，我就是不喜欢他，我就刻意的去弄他啊，这样子。如果以刚才这样子的说法的话，其实可以定义成说是一个霸凌的行为。你觉得在小燕这个案例上，为什么他会用去欺负他来贬低他，然后来取得这个我不懂快感还是认同感？是，因为刚刚我说的，在青少年的这个时期，他想要从别人的眼中找到自己的小燕是小定学生，那种定位，对，对哈当然在小学的阶段也会有说朋友之间，我会显得我比较优秀啊，我比较有能力啊，这个感觉当然小学生的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他觉得好玩，有些时候他们把玩闹打闹玩闹跟这个霸凌，其实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分得太清楚。
这个时候其实小学生的这个个案的话，我更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提早教育孩子，让他们分辨一般的打闹跟说今天霸凌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他有一些点啊，比如说今天这个参与的角色，如果说今天是一个霸凌的话，他是一直处在说那个被打的、被玩的，他一直都是只有那个角色啊。但是如果是玩闹的话，今天可以换的，今天我成为那个打你闹你的，哎，另外隔天他就这样子交换了。另外一个是心情上是开心的，而不是讲说你一个开心，另外一个被打闹的是很难过、很痛苦的。啊，接下来就是讲说那个意图啊，一个是有伤害性意图的，一个是其实是他只是在玩的一个过程啊，不会造成对方的伤害的啊。所以这些点是我们要教育孩子，让他知道那个分别，打闹跟霸凌其实是有差别的。在那一段录音当中，其实小燕也有讲到说，诶，她家里的一些打骂教育，其实对她有造成影响，然后变成说在学校的时候，在我听来，有点是在学校找这一位同学当做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你怎么看？其实这个这是很有可能的啊，情绪都是往低一点的地方，可以找到最容易地方可以破口出来的嘛。啊，比如我们之前有看过说，今天如果老板骂了一个爸爸，回到家里他就骂妈妈，妈妈就骂小孩，小孩就骂狗，狗转身可能就咬回这个爸爸了，对不对？所以情绪是一层一层往下，他觉得说这边比较安全，我就往这一边放。但是可能这个刚刚讲到的，可能小燕她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疏导情绪的方法，当时也没有说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并没有说怎样情绪的疏导教育啊。我们亚洲人都被教育说，你不要情绪化啊，你要很理智啊，好像情绪就是一件不好的东西。但情绪其实是人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来的，我们不需要去压抑情绪，而是要学会引导孩子怎么样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但过去的教育没有嘛，那如果说今天他在家里面感受到的是这样，那去到学校，当他今天把他的情绪发在一个比较弱势，或者是讲比较不会表达的同学，诶，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同学们可能起哄啊，觉得好玩啊。当时可能大人又没有看到或者没制止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可以抒发压力的，同时又得到别人支持的好方法，对吧？一个行为会被保留下来，一定是某个程度上得到了某些的满足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情境底下，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满足，或者是他的需求。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好奇的就是，被霸凌者跟霸凌者是不是有一定的特质，才会比较成为目标，才会比较容易做出那些行为？其实我们常常会跟被霸凌的同学说啊，今天你被霸凌啊，那这个事件霸凌其实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啊，你并没有错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让他看回他的平常的处事互动当中，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比如说界限，比如说今天对方这么做了，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啊？那刚刚讲到的怎么样的特质的会被成为被霸凌的同学，我们是不是讲说就是成绩很差，或者是讲说就是很弱？不一定啊，也有一些孩子的是成绩很好的，但是啊，就会有同学讲啊，你就是老师的宠物啊，你就是老师的跟班，或者是啊，或者是比如说今天他是班长或者是学长，我讲说巡查员，就会有人讲啊，你是学校的狗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些词，对吗？啊，怎样都有可能的，所以不完全是这个特质啊。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权力不对等嘛，也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今天很少说是一大组的人被一个人霸凌的，你可以看到多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被一组人霸凌，所以那个权力不对等哦。如果说今天你说，诶，有一些特质可能是，诶，今天这个孩子常常是独来独往，或者是比较说孤立，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么容易表达的，他比较有这个倾向，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但是这个刚我讲的，他不是一个是一定是这样，也有一些情况是这些孩子也是做得很好，但是他也会成为对象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啊。霸凌者那一块呢？霸凌者那一块呢，今天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些霸凌者，他曾经也是被霸凌的
他过去经历了，比如说在小学阶段，他用那些方式，哎，发现被霸凌了，哎，想这样子，我觉得很痛苦。他又找不到一个出口，没有大人引导的话，他可能就想说，这样我要变成像这个霸凌者这样强，那我才不会被霸凌。诶，他可能就用错了方式，我学这个霸凌者，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施暴者，变成一个霸凌别人的对象了。所以这个过去的创伤，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他今天是变成一个霸凌者。当然，刚刚提到的说家庭的一些因素，家庭的互动，还有他在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在班级，还有跟师生互动里面的，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说，哎，他会不会变成一个霸凌者？刚刚最后的一个个案，就是小婷这个个嗯，案，她发现她的孩子涉及了这些行为，哎，所以从她的言语当中，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她的无助，是的，她的迷茫。然后有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她眼里，她的孩子就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然后很正义的孩子。可是，诶，上到小学1年级，才1年级而已，怎么就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对他来讲，他是很意外的。所以整个问题给我感觉就是很复杂，然后也让做家长的好像很无助。我感觉我有教他呀，我感觉他是一个好孩子啊，为什么就突然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是。我说我们这个我们要怎样去理解？其实小婷啊，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有发生，比如讲学生的纪律的事情，不管说今天是霸凌或者是其他的事件，我们常看到的是两方的家长，今天不管说是所谓的受害者，或者是被霸凌者，或者是这个施暴者，或者是讲霸凌别人的同学，你会发现两方的家长来，你都会有一个可能性遇到的情况是，为什么？他们也是在一个冲击跟一个无助的一个情况，好像刚刚小婷的情况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平常都有教他，我也做了好多教育的努力啊，那为什么我孩子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在那个冲击底下，还要面对说这个压力，就是哎，诶今天我的孩子做错事了，我是错的那一方了，那我要表达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顾忌了，我又不能够说完全是可以完全自在的表达，所以压力是蛮大的。但是我想给小婷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叫做 biopsychosocial model。bio 就是生理啊，然后这个 psycho 就是心理啊，social 就是社会也是环境的部分。今天一个孩子的成长，它不是单一的，它是多元的。但是每次一有事件，或者是有一些在我们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人往往因为焦虑产生了，嗯。我们就要想把这个焦虑赶快的按下来，你就要找一个原因，快快的去解决，或者是讲说合理化，或者是讲解释这个事件的发生。但是人就不一样，人是一个多元，我们讲说多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孩子他的岁数啊，比如讲说生理上我们讲孩子其实他的这个前额叶还在发展，前额叶是主管他的理智但是那个杏仁核是情绪脑，情绪脑是比较活跃的，在这一段阶段的小孩那我们再看回这个孩子，他回到说今天他的我们讲心理的部分，他怎么样去跟朋友互动，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回到说今天社会的影响，这个社会不只是实体的人际的社会，家庭的影响，还包括了我们看到的讲说虚拟网络。对于青少年跟儿童来说，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了，所以他觉得这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在网络上看到的、玩的游戏、互动的这些，都是在影响着孩子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孩子的展现，而不是单一的，只是看一个点。去判定他就是没有教好，或者就是他就是特别小孩，或者是他就是说就是有个情绪的障碍或者是什么，不是这样单一看的，它可以偏重，但是不能够只是单一一个角度。嗯，那刚才你有提到网络世界，哎，所以很明显的，现在的霸凌的这个现象，校园霸凌的现象，已经不只是局限在校园，它已经可以从现实的校园生活里是，面延伸到网络。
哎，这一块应该在中学，因为你本身也是中学中学老师，老师，对，所以在这一块你看到现在的现象是怎么样的？现在以前的校园霸凌到现在其实起了怎样的变化？早期的青少年哈，其实你比较容易从外表上你就会知道，比如讲说今天就是比较捣蛋的，他的样子就有一个形象的，比如讲衣服放出来，走路有风，或者是怎样，或者讲小女生比较说爱玩爱闹的出去啊，就是打扮上会有一点点我们讲说好像拉拉维啊，或者是怎样，但现在比较看不出。现在你会发现说青少年哈、因为在网络的世界时间比较长了。很多事情就变成比较内收，内收在网络上面的影响，而且网络世界其实它就是一个大数据跟一个大数据的推送，它会有一个状态是你喜欢，它会尝试讨好你。algorithm 会讨好你，就是你看的，它会大量的推送你在有兴趣、停留时间比较久的那青少年跟儿童，他们其实对很多事情都好奇，他可能比如说今天他跳出来的一些资讯，他看久一些之后，大数据就判断他对这个有兴趣，他就大量的推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资讯孤岛化，或者是思维单一化。在他的世界，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因为他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大部分他收到的资讯就是都是这这样的。比如讲说，玩得很过分，他收到很多的这一个推送的 reel 或者是短，right，视频，就觉得很好笑，觉得很很有好笑、很好趣，玩，他看到的都是这样，所以他很自然把这个当成了是一个正常。正常、正常化了之后，他在学校里面就这样子玩，对吧？所以网络的世界的影响其实是很直接，那家长就要多一点点的看到这一块，然后让他可以平衡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一点的在没有网络跟没有屏幕的世界，可以在实体的世界里面，让他多一点跟人互动的这个契机，他才能够再从跟人互动当中看到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对方的表情，我今天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我没有去符合这个规则的时候，对方不爽的样子，不跟我玩，那我会知道我怎么样调整自己。因为我们讲的霸凌的后面其实就是缺乏，其中一个很重要是缺乏同理心跟尊重，而同理心的尊重的发展跟长出来这一块是要从人跟人的互动，特别从家庭到跟朋友之间的玩乐这个是我们蛮大的挑战。是真的，真的，作为父母，真的感觉到这一方面的挑战。再回到说刚才小婷的这个个案上面，我听到的是他满满的无助，哎，所以满满的迷茫。所以对于面对作为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霸凌，或者是成为霸凌者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样的劝告？在面对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帮他是。们更好的度过的一个难关。首先第一个家长要做的是先稳住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情绪。你当下一知道你有冲击，你有惊讶，你有生气，你有难过，你有失望，这些情绪其实是很直接的，因为我们爱孩子那事情这个孩子是在我的手心里面慢慢抱他，慢慢长大，我看到的他跟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很大的冲击的允许自己有情绪但允许自己有情绪，接纳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比较容易去处理事情。所以前面的有冲击了，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同时我们要找到说支持的伙伴如果说是家长的话，记得你要跟另一半一起，不要单打独斗可以自己找到另一半。如果说今天这个事情对你冲击很大的话，你的另一半他的状态比较稳定，可能先由他来处理。那你们之后再有一些讨论，这是重要的。像我刚刚说的，有了这个接纳之后，第二步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多元一点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啊。第三个步是表达。我们在跟校方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从一个说，我今天不是讲不承认或者是什么，我是要从一个了解的角度，我今天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冲击，这个事件对我冲击也很大，我也不想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来帮助我的小孩、你的小孩？因为我们都是家长。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是错方而感觉不敢去挑起一些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从一个更好的角度
从这边出发。今天我不是要去维护自己的小孩了，我承认我的小孩可能在一些点上面事实摆在那边的话，我可以承认错误之外，我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可以怎么做。特别是也跟学校的这个合作啊，因为孩子、学校还有说家长，就是一个教育的铁三角。我们今天一定是要说，哎，一起来到一个点上面，我们怎么合作来帮助孩子？那对于受害者的家长，如果我要求受害者家长多听霸凌者家长的看法的问题，会是一个奢求吗？这一块，如果说这一个被霸凌的家长冲击很大，他当下也没办法很理智的去讨论了，这个时候你要很快的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空间是必须要给双方的。那一般上我们在处理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让双方家长先见面，我们先了解双方的状态，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情绪状态，然后再来是看家长的需求。有些被霸凌者的家长他会说：“诶，我们能不能够安排一个见面？”那中间也要有一个我们讲的是也有一个第三者能够稳住这个场域的。如果双方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我们也会建议说，适合这个时候见吗？那如果不适合的话，怎么样的一个安排会比较理想？这个是我们也要看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这一个时间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本身也是在学校执教，也哎，是辅导组的，所以在校方处理这些事情上，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理想的措施？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除了教育部有的这个处理霸凌的指南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看到人，看到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在我们的前面啊，怎么样说回到说一个连接？今天我们在做教育者哦，我们是老师哦，孩子犯错了，一个孩子如果从不犯错，这也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那他现在在这个阶段犯错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空间？我们要看当然事情的大小，他会有不同的处理，但是先接住这一个人，包括说我们遇到的家长，今天他有他的焦虑，他来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一个空间啊，给他一个时间啊，我们就能够回到更好的角度，一起去面对孩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我觉得要从那个出发点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好，都希望孩子们健康，所以回到这个共识，我们才能够去处理事情。那如果没有这个共识，想的是啊，你是不是只是为了维护你的校誉，还是你只是为了要维护你的孩子，只站在这个点的话，其实就很难谈事情了。说到像小美那个呃情况，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是被霸凌的，家长其实应该如何应对，可以这样帮助孩子？第一个部分就是给予适当的反应啊，给予适当的反应，就是我们要给的就是一个冷静跟认真听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焦虑，怎么你被霸凌啊？什么事情来的？孩子一看到你的焦虑，可能就缩回去了。惨哦，妈妈会不会马上冲到学校喊打喊杀了？我又不要这样，对吧？啊，我们先要稳住自己啊。爸爸听到这样啊，爸爸是有一些担心，可是我也想听听是什么事情。我们先冷静，然后认真的去处理，然后记得不要把这一些事情变成很快就 normalize，是不是你的嘴巴去讲人家，不然人家呢会讲你，对吧？所以这个回应很重要，是我们不去说教，不去很快的就去下定论，而是我们用一个正向好奇的角度，先去回应小孩。第二个部分就是帮孩子做好心理建设。孩子可能在被霸凌的时候，像我们说的，可能他出现说，诶，就是是不是我的错啊？很多的情绪这一些啊，好，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在学校受到支持跟安全的受教育的权益。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陪孩子一起商量，这个部分展现的就是让孩子有一个信任感。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孩子是那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要跟他讨论你想做的东西，不是你单一决定而已。比如说，哇，不行，爸爸觉得想要去学校去跟老师理论，
诶，这个事情孩子怎么看？爸爸想这样子做，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 OK 吗？诶，这一个很重要，是让孩子觉得他在参与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跟校方携手合作。今天我们不要盲目的相信是那种把事情搞大了才会得到处理，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先知道说第一步，我们家长先稳住自己之后，我们先从班主任，如果这个也要看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是中度或者是轻度的，我们可以先从哪里？先从班主任，先跟班主任反映，然后班主任先处理。那班主任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可能到训导处、辅导处。这样子一层一层，如果说没有了，整个星期过去了，你觉得好像没有处理，那我们再往更高的这个程度，因为现在其实教育部也有一些直接的一些投诉的管道之类的。如果这个事件过后对孩子的一些冲击，我们要持续性的支持。如果真的感觉到说对于他的心理、对他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他已经不敢去学校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其他专业、心理专业的伙伴包括辅导员精神科医生或者是临床心理师，看是怎样的程度需要怎么样的一些专业介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孩子看到了、目击了霸凌过程的发生，他是旁观者，我们要怎么样鼓励他说你见到的时候，你可以成为把他说出来的那个人。这个当然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平常看到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我们的展现是怎么样？孩子是用眼睛看着我们在做事情的吧？平常如果你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也都没有发生，也都没说什么的话，突然间一有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讲你要正义，你要去讲其实是很难的反而是在平常的我们讲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孩子他回来跟你表达了，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样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你希望爸爸妈妈为你做些什么吗？我们当然是要回来，是看到说它的严重性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一听到是非常严重的，所谓的严重是，比如说今天是性骚扰了，甚至是性侵害了，家长就不要再等待了，这个时候就要直接的去到说校方这一边去说明，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大人要去保护孩子的程度了因为今天在18岁以前的都属于孩子我们是监护人，家长也要有自己的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是需要的，我们即便是今天是一个旁观者的同学说了，我们一定也要说，去帮助照顾孩子的角度，我们要去通报，我们有这一个责任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不通报，就是因为要保护自己孩子，怕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目标，又或者是家长会觉得说被校方看成是那个挑事端的人。这个我在想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匿名通报。匿名通报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管道学校一般也有自己的电邮那我们都可以匿名的方式，如果说家长有这样子的担心，他可以把事情牵涉的班级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日期、时间大概的写下来。那我想说，作为说学校的就是不管说是老师、主任，甚至是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想我们都会处理的。是的，谢谢永金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样多哈。那其实也很谢谢在镜头前看着这一集节目的你们，因为你们都在学习这如何成为更懂的大人，让更多的孩子、多元的孩子怎么样被看见。因为其实霸凌不只是谁欺负谁的故事，而是我们要让被霸凌的孩子说出口、讲出来。然后也需要知道说，旁观的大人要学会说怎么样稳住自己，然后在往这一个更好的目标去把事情解决。那这样子才会让学校成为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成为学生学习的一个天堂，而不是一个靠禁令靠藤编去维持的一个地方。所以再次感谢本集的荣誉赞助 Cola Kids， 用心守护孩子的书包，那也守护他们的成长旅程。那立懂什么？因为懂了，我们才会有改变的力量；也因为懂了，我们才会有修复的可能。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谈校园霸凌。